古代考个试是会死人的，而且死在考场里，尸体还不能从大门抬出去。前几天高考刚落幕，今天的考生有空调，有矿泉水，家长举着鲜花送考，警察拉警戒线护考。可300年前，同样为一张改命的卷子，科举考生是被一道铁锁关进考场的，一锁就是9天6夜，生病、下雨，甚至死人都出不来。别被影视剧里金榜题名、春风得意骗了，那些书生倒是衣袍长衫，从容控笔，可真实的科举考场更像一座关上门就出不来的牢房。今天我们就跟着一个普通考生，看他在贡院里熬过的一天到底是什么样。他叫陈生，28岁，考了3次乡试，还是个没有功名的老童生。为了供他读书，家里变卖了几亩薄田，娘子夜夜纺线到3更。这一次他依旧凌晨3点就被叫醒，提着一只考篮出了门。从他踏进贡院大门那一刻起，衣食住行4件事全都不由他自己说了算。一，剧里宽袍缓带，真实是当众脱光搜身。剧里演的书生衣袍长衫，风度翩翩，从容步入考场。真实是进场前要过搜检这一关，为防夹带小抄，考生得解开衣袍接受搜身，连鞋领、发髻、笔管、达台、糕饼都要掰开切开查验。天还没亮，陈生就提着考篮在辕门外排起了长队，几千号考生一个个点名鱼贯而入，光是等就要站上2-3个时辰。轮到他，两旁兵丁上下其手的搜，袍子掀开，发髻拆散揉一揉，鞋子脱下反过来拍，连带进去的馒头都要掰成2半，砸台翻过来敲。有的朝代为了查得彻底，甚至要考生脱到只剩贴身衣物。寒风顺着领口往里灌，他光着的脚踩在冰冷的石板上，冻得发麻发抖，却连一声都不敢吭。他不敢，因为搜检官只要罚一句夹带，他10年的书就算白读了。按规矩，一旦搜出小抄，轻则当场驱逐革除考资，重则要带着沉重的木枷在贡院门口示众1个月，连为他担保的人都要跟着受罚。所以哪怕被搜得再难低，考生也只能低头忍着。一件衣脱下去的不只是体面，还有读书人最后那点体面的尊严。2、食。剧里书童送饭，真实是啃馊掉的冷干粮。剧里演的考场里还有热茶点心，书童随时伺候。真实是乡试1连3场，每场3天2夜，吃的全靠自己提的那只考篮，没人送饭。陈生的考篮里是几个干硬的馒头，一小包咸菜，几块羹饼，还有一节要省着用的蜡烛。有钱人家的子弟，考篮里能带上小炭炉、生肉、参汤，在号舍里自己摘一口热的。可像陈生这样的寒门子弟，能带上几个不变质的冷馒头就不错了。8月的天还回热，到第2天馒头就泛起了酸味，拉出了黏丝。他把发霉的地方掰掉，剩下的掰一块塞进嘴里，就着号舍边上那口不怎么干净的凉水应验。不吃撑不到交卷，吃了肚子又翻江倒海。可考场上不准随意走动，他只能强忍着，一手握笔，一手按着肚子。据记载，号舍里因为饮食不节，又冷又饿而上吐下泻，甚至病倒的考生并不少见。一场考下来，人全碍在肚子上。3、住。剧里雅间答卷，真实是全在棺材号里。剧里演的宽敞明亮的桌案，安安静静的挥毫。真实是每人一间号舍，宽不过3尺，进深4尺出头，人称号子，狭小的像个直立的匣子。一排排砖砌的号舍，里面只有上下2块可以抽动的木板，白天上板当桌，下板当凳，浮在上面答一整天的卷。夜里把2块板一拼就是床。陈生1米7几的个子，躺下去腿根本伸不直，只能抱着膝盖蜷成一团。一夜下来腿麻背疼，起身的力气都没有。最怕的是抽签抽到臭号。号舍尽头就是公用的粪桶，
一排几十人共用，3天下来臭气熏天，蚊蝇围着脸乱飞，饭也在这里吃，卷也在这里写。常若遭上半夜下雨，雨水顺着没遮严的号顶漏进来，他得脱下身上唯一的外衣盖在卷子上，自己淋着雨坐一整夜。因为卷子一旦被水污损或者污了木迹，按规矩就要被当场处落。3年心血一笔勾销，又是3年白等。夜深人静，一整排号舍里的咳嗽声、翻卷声，还有压抑的呕吐与低气，隔着薄薄一层砖墙，听得一清二楚。4. 行，剧里来去自如，真实是所愿9天出不去。剧里演的考累了出去透透气，想走就走。真实是考生一进贡院，大门就上锁贴封条，叫锁院。一场不考完，谁也别想出去。从锁门那一刻起，陈生就被钉在了这方寸之地。困了不能走，病了不能出。3场考下来9天，人已经摔得脱了形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得双手稳住，因为卷面上哪怕多一个木点，错一个避讳的字，都可能被判为废卷。最让人心里发凉的是，万一有人熬不住死在号舍里，遗体也不能从大门抬出，只能从贡院墙上预留的口子运走。活着进来的门和死了出去的门根本不是同一道。陈生熬过这一场，不过是千千万万考生里的一个。那个年代，一省3年才取中那么几十上百个举人，多少人从黑发考到白头，考到连走路都要人扶，也没能中一回。他们寒窗10年，举家供养，赌上的是一整个家族的指望。可贡院的号舍不管这些，他只把每个人塞进同样狭小的匣子里，用饥饿、寒冷和恐惧一遍遍地筛。他们是这台庞大选材机器上的一粒粒沙，能留下的是极少数，被磨碎、被遗忘的才是大多数。所以你看，今天的考生有空调，有送考的鲜花，有考完能回的家，这不是理所当然，而是一代代人从那间棺材号里走出来后，一点点争来的体面。那天交卷走出贡院，陈生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，那是一支笔尖早已磨秃的旧笔，是他启蒙那年父亲省下半个月口粮给他买的。那时父亲摸着他的头说，穷人家改变命运，只有读书这条路可走。如今父亲坟头草已3尺，他攥着这支秃笔，站在贡院门口的人流里，忽然分不清自己熬的到底是一场考试，还是这一整条望不到头的路。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下一次他还会提着这只考篮再走进那道上锁的门。